租了一个民宿，然后就做运动嘛，把人家床弄断了，没错，是他的，而且是床从中间直接断开来，我怀疑是床本身的质量有问题，然后2个人押金也不要，连夜就赶紧跑路了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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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偷偷的问一下，你练的是什么功？可不可以教一教我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音乐云文，没有错。这样的环境下，你们是不是又以为我们要讲小学生评论了？错，我们这一期要讲的是奇葩感情经历。众所周知，我们这是一个感情类频道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跟英文2个人感情经历肯定没有那么丰富嘛，比较单调，所以我们就让网友征集投稿了一下他们的奇葩经历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有多么的奇葩。OK， 我们来说第一个感情故事，好不好？初2早恋有了一个女朋友，因为中考被分手了。然后高2有了个女朋友，因为高考又被分手了。然后第2周看到那个女孩子又跟另外一个男孩在一起了就被绿了。大1有了个女朋友，又把他给绿了。然后现在大3了又学计算机专业，女孩子很少。兄弟们，把惨字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这位同学是真的惨，不过我想告诉你，接下来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惨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第2个，好不好？第2个很神奇3年前我们玩魔兽认识的，这前面都不重要，直接讲重点，好不好？刚认识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富二代，半年以后忽然告诉我家里负债几百万，负债他爸爸出事了，可能还不了，他跟他妈都绝望了，想死。然后呢，男孩子希望女孩子可以跟他一起发展，但是呢，女孩子跟家里抗争了1年，因为家里肯定不同意嘛，最后还是分手了。那我想说呢，其实女孩子家里完全没有错呢，每个家里都希望女孩子可以过得很好，不希望女孩子说一嫁过去就有几百万的负担在身上。现在年纪轻的人可能觉得为了爱情可以在一起，但是生活还是得生活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女孩子的家人没有错，为女孩子着想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第3条。我来私信了，我和我的老师谈过恋爱，电影里的剧情但是后来发现他是渣男，他有老婆，欺骗我现在非常的恨他，因为他是我的初恋还是，所以他毁了我的初恋，甚至影响了我对爱情的态度和看法。首先，姑娘，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你对爱情的态度和看法，因为首先你跟你的老师谈恋爱，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一般人不会去跟自己的老师谈恋爱，好吗？你对爱情的态度和看法，以后你会遇到更好的男孩子，我相信会改变的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老师，我觉得你可以曝光一下他出轨，又是老师跟学生，教育局电话打起来，好不好好，接下来老父亲老母亲晚上好，我跟你们投一个非常鸡血和苦逼的感情经历。我之前喜欢的一个女同事跟我进了同一个部门，然后就鼓起勇气去追她了，带她吃饭，跟她出去玩，有一次脑抽还给她买了很贵的首饰看好了，讲重点。然后跟她在一起玩了好几个月，准备告白了，还买了一只猫。为什么要买猫买了一只猫给她准备告白，但是告白那天没成功。后来回去之后才发现，原来那个女孩子已经跟人家结过婚了，那这个就不对了。姑娘，你跟人家结过婚了，为什么还跟男孩子出去吃喝玩乐，拿人家很贵的首饰呢？还要告诉人家自己没有男朋友，这事儿不对姑娘，这属于欺骗，这就是什么？这不就是绿茶婊养了个备胎吗？不要当舔狗。老母亲说的不要当舔狗，不要当舔狗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看下一个有点神奇。我跟我男朋友刚开始交往的时候，他曾经送我一个仿真头骨，因为女孩子是医学生身份，对不对？这个玩意儿真的是做工精细，当时拿回去礼物的快递的时候，快递里面的泡沫中途破损了，破口露出一截逼真的人类下颌骨，场面十分刺激。直到我掂了下，觉得不是真正的人骨重量和手感，我才冷静了下来。不过我男朋友还是很可爱的，其实我觉得他送头骨的脑回路也很可爱，绝配了。如果是我可能会感觉很害怕，姑娘会觉得很可爱，很配。希望你们2个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好不好？那么接下来我得讲一个前提男孩子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，经常会有请对方出去吃饭请对方给买什么礼物一般是礼尚往来，你请我一点，我也请你一点。
但是感情中有一些男孩子吃软饭非常的重啊，我也收到好几条，这一条是最严重的，给你们听一下。前面都不重要，直接讲重点。他们恋爱的时候想牵牵手、拥抱、接吻这种，小严都是明码标价，牵手几分钟多少钱，拥抱一次多少钱，接吻一次多少钱这种的，这他妈就夸张了。最后居然还这个小严提出的分手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甩掉这个麻烦。怎么了？钱到手了就可以甩了，是不是？提出分手的时候还跟对方说要300块钱才能复合，我的妈呀！女孩子第二天还真转了300，我的妈呀！等，讲到这里我们停一下。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，女孩子会坚持下去吗？我想问问屏幕前的女孩子，你们会坚持下去吗？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气的我不知道说什么，真的我也气死了，看到这一条。还有这姑娘我也得骂一句啊，遇到这种事，你凭什么让自己过得这么差？谈恋爱双方都是为了开心，凭什么把自己弄得这么卑微？对，姑娘你不要这么卑微，这感觉就像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好了，平复一下心情，说下一个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啊，下一个是个这一个是个很特别的啊。大一的时候，我结束军训，百无聊赖，打开软件与一名女律师相谈甚欢，约好了第二天晚上见面。然后他放他鸽子，然后这孩子呢这不是孩子啊，大一了也挺大了。然后呢，这位同学呢，另外找人再去喝酒，然后成为了他女朋友，两个人相恋2年，十分恩爱。他现在想告诉那个女律师，懒就是你为啥2年过去了还是一条单身狗？也许这位同学你认为单身狗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在工作以后，很多人都觉得单不单身狗无所谓，钱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么屏幕前的你告诉我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是钱重要还是爱情重要？把你的选择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接下来第二个男朋友是大学配音生他可能前面已经跟我发过了，但是我没有截，我截了这个。男朋友是大学配音社的，声音好听，唱歌好听，我加了粉丝群。这也是个 UP 主啊。然后他们学校社团硬要去什么表演，然后打扮了一番去凑热闹，然后就2个人恋爱表白在一起了。男孩子用卖惨、抑郁症、同情试图操控女孩子去开房，拒绝之后又说是冲动，小时候缺爱导致的病，乱七八糟的这个怎么？然后他们分开了之后，第二天又有新女友了，也是他的粉丝。我了解了，朋友你粉啊！我跟大家说，做 UP 主、做自媒体这一行，粉这件事谁干谁死。下一条是一个异国恋，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啊！这故事有点长，大家听我讲完好不好？故事发生在一个法国男人和作者的室友姐姐之间，好不好？这个法国男人跟这个室友姐姐要做运动了。然后聊到了这个婚前性行为这种东西啊，然后他们2个就去海南玩了1周，1周里试了3次都不行。室友姐就吐槽说，那位明明是每次自己兴致勃勃要搞，但是自己又搞不起来。法国男人也不行啊，c'est la vie。因为之前总看到法国男人浪漫这种标签，大家都知道法国男人浪漫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好奇的八卦了一下，室友姐姐就说了，那个法国男人极其的无聊，他们在海南那1周根本没怎么出去，那大哥白天就睡觉，表示要倒时差倒1周的时差，没这样的吧？晚上就看电视也不出去走，只自顾自在房间里睡觉那下面实在太长了，我也不说了。具体是这样的，这个法国大哥不在乎、不中意这个女孩子，但这个室友姐姐这个女孩子其实自己也挺厉害，也赚挺多钱的这法国男人有点大男子主义。这里我就说了，外国男人不要自己贴上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那不就是一个人吗？那能力还不行，何必呢？何苦呢？好的，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讲了很多奇葩内容如果大家还有这样神奇的奇葩的感情经历，不一定是你的，或者身边发生的都行，分享给我，投稿给我，我匿名发给大家看一看，乐一乐，太神奇了。视频结尾有一个粉丝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怎么样撩动直男男朋友？
大家如果有方法的话，可以写在下面的评论里面，我们一起来讨论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就是音乐余文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要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